这里有个文普成功祠啊，这个祠堂看来还是相当不错的，有一种进入周家庄转不出来的感觉，就凭着感觉走吧。我们来看看这条盛世河，刚刚就从那边一路骑过来的。这条河还算干净啊。好，我们就在平山河和盛世河交界地方来看看风景。从这里开始呢，都是各种各样的高架线路啊。这边呢有一条小的便桥，我们就从这条便桥往回走了。嗨，大家好。昨天晚上下了几场大雨，速度被大雨吵醒，但是早上起来居然天都晴了，应该多云了，但是地都干了。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应该中午下午这段时间是不下雨的情况啊。咱们就近的出去转转。今天气温还是高达31、2度，但我觉得我们如果不去太远的话，转个个把小时就回来，应该问题不大。所以现在我就从这条祈福大道准备骑出村外就到中村街道，然后呢还是到河边的绿道去骑回车，这个是进行大赛的大赛。好，现在呢我已经从祈福大道大门骑出了村外。最早的时候呢，这里都是属于祈福新村内的道路，但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市政路了。我看右侧这块地要建一个体育公园，但是拖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啊。你说它没有建呢，它好像也在动。村里的各种消息也称它还是要建下去，但是有可能呢已经是跟愿意来投资的人合作这样的一种方式。那具体搞成什么样的咱们也不知道了。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中运路上了，这段路呢也没什么特色，我们就略过不路了。现在我骑进了一条叫莲塘里的村里，完全就是一条乡道，但是看到很多人生活在这边，乡村的这种小店，看上去挺热闹的。这里有个文普成功祠啊，这个祠堂看来还是相当不错的。现在也是成了中一村莲塘里校友堂老人活动中心。我们来看看这些雕梁画栋的，它的对面就是莲塘公园，这个村民活动的场所，看上去还不错。经常在周边这些古老的村落里面穿行，就整体来讲呢，以前古时候留下来的这种格局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大家听又见，很多违建、人口增长带来的就地的不够等等啊。这边是莲塘里大街西便巷。这样的里面还有很多送货的人在那边穿街走巷这
其实街道很窄，就1米多宽而已。有一种进入周家庄转不出来的感觉，就凭着感觉走吧。前面还有一棵老榕树。这边还有一棵老榕树。波兰社文化中心。要给我3块钱，他是这样想的。这样的村里面藏了很多的村办工厂啊，各种小店。现在骑到了一条稍微大点的街道上来了，这条叫中村解放路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回好几年以前了吧，我骑到这边的时候呢，遇到了一场大雨，在这边走走等了好久。到了夏天啊，你看这西瓜就成车的拿出来卖了。这个边上的各种小店，基本上都是不入流的，但是他们也能够利用这样的小店维持自己一家的生计，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。这条是云市西路。你看啊，这地摊上就卖的是农民自己种的瓜果蔬菜。对，这里有更大的街边的市场。我就特地到这个市场里面来参观一下。你看啊，有开店的，有摆摊的啊，都是老百姓生活需要的瓜果蔬菜之类的东西拿出来卖。这条集市还挺大啊。这边还有卖海鲜的。这种老街里面的平时来的比较少，他没什么事也不愿意经过这种杂乱的街道。但是你看啊，这个右侧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室内的市场。昨天我去白云区的设计之都啊，那边有个设计殿堂，3楼有一个设计模型的展览啊。这里面有看到有一个中山区市场的改建的项目的模型，
就现在很多大城市啊都在改造这种杂乱无章的街道，又不卫生又混乱。那现在呢，也希望通过一些微改造，就让这些环境变得更好。看看啊，这个就是刚刚从中村那条街道骑行出来，你看我的身旁身后都是乱糟糟，感觉可以说是非常热闹的一种景象。好，现在呢，我骑过一条大马路啊，前面就是我经常来骑行的圣石河的开始处。这里是中村三宝公园，也是这条圣石河的开始的地方。从这边呢，这条河一直会汇入到前面更大的一条河，叫平山冲，或者叫平山河，这是我整天到这边来骑行的地方。但最近呢，因为天气太热，又是经常下雨，就来的比较少了一点。我记得有一回，我是专门跨过刚刚那座小桥，去到了河的对岸那边骑行的。那边就是一处乡村。这条河川的里面啊，你看，两边都是种了很多的美人蕉，长势还不错，都开满着花。我们继续沿着圣石河向前骑行。这边的绿地啊还在进行重建之中啊，但是每次来到这条河边的小道骑行呢，就感觉非常的悠闲，因为这个地方首先没什么人啊，然后呢，河里面呢也种了很多的绿植啊，应该也做了不少的复建啊，就是让这个河道看起来更加干净整洁一些。从桥底下穿出来啊，我们继续在河道边上来骑行一下。你看一看啊，这个地方种的东西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美人蕉的一种啊，它开的都紫色的花，就这个花没有美人蕉的花那种粉色的大朵，就比较细碎的，但是是紫色的。可它的叶子呢，也长得比人还高啊，跟美人蕉的叶子应该是差不多的吧？我觉得应该是同一棵或者同一品种啊，不同颜色而已。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啊，这个右侧的这些我说的是像美人蕉一样的植物，全部剪得只有露出地面1尺来高。但你看啊，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啊，都已经长得那么巨大了，像一堵墙一样的挡在我的右侧。这边有跨过这条圣石河的木桥，但这个木桥呢，也就是几年的功夫啊，由新转旧，甚至有些地方感觉已经有点残旧。我们来看看这条圣石河，刚刚就从那边一路骑过来的。这条河还算干净啊。
看这边有个小的广场啊，有挺好的时候，很多的小孩子这边玩耍。这里号称盛世河清水碧道，我们就在这条碧道上向前骑着。天气时晴时阴这个云打开又关闭的，但幸好呢，遮蔽了一部分毒辣的太阳，所以骑起来还是比较凉爽舒适一些。天上有一个大飞机，应该是民航客机。这个河里应该有大鱼啊。像这种地方啊，就是绿色越多，昆虫就越多。昆虫越多呢，这种鸟雀就会到这边来觅食做窝，整个生态环境呢就会变得比较自然了。好，我们就在平山河和盛世河交界地方来看看风景。现在呢，我们继续在这条平山河的岸边的小道上往前骑行。就是说，我们希望能够在更清水的道路上跟这些河道、水域有个更亲密的接触。
好，我们现在上到堤岸上来骑行，这边的路要开阔一些，也更平坦一些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打算转到平山河的对面去骑行。现在呢，来到了平山河的这头了，我们从这边呢切回去到平山村那里，再拐弯，然后呢切回家去。这里呢是我经常骑行的这条河边的堤岸马路啊，一如既往的安静，一如既往的绿树成荫。那骑起来呢，心情是一样的，非常的愉悦放松。刚刚呢，我就从前面这条正对着的盛世河骑过来的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两条河交汇的地方。你再看看，左侧这边前面那个体育场还在建，是那个恒大足球场。边上楼倒起了堆了，但是足球场一直迟迟没有完工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堤岸马路上来继续骑行。猫的腰过了一个桥洞。总算天气还是比较帮忙的，迎面而来的是有点凉的微风，就这么迎着风骑行。这里没有什么人，这条堤岸马路上的骑行道也比较宽敞，而且地都是干的，也可以晃悠悠、慢悠悠的向前骑行。从这里开始呢，都是各种各样的高架线路啊。
这里是桥洞底下，比较阴凉，我们在这里又是休息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出发。这边呢有一条小的便桥，我们就从这条便桥往回走了。好，现在下了这座便桥，我就开始沿着平山河往回骑行了。这条河堤上停满了车，在这边上也没有什么商店，也没有什么去处，钓鱼的人也没几个。这里搞了一个菜鸟树地，一个邮寄包裹的驿站，好像还蛮大的。现在呢，我又回到了宋树河这边来骑行了。刚刚我就从左侧这座桥呢骑到对面去了，现在我继续从这条路上原路返回。
啊，那么宽大的这种叶子，还有没有别的作用啊？它能多种植吗？刚刚就从这边穿出来的，还是沿着原来的这条路骑回去。现在呢，又回到了这个松树河起头的地方了，这么一个街心的小公园这里。现在要从这边再经过中村，就准备回家了。这些村口的道路和各种商铺、各种小铺，卖的到处都是。风味好吃不贵。好，我们还是从这条熟悉的环村商业路骑回去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回到了丰润路上了。顺着条路往前7站就可以回到景中村了。这边呢，经过了几十年啊，它也有一些变化，但基本上呢，就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，停止不前了。基本上还是一种乡村风的商业氛围。你看，前方的云层啊，都暗了，可能下午一场暴雨就是躲不掉了啊。今天就就近提醒了一下啊，当然有一些小的插曲，但是无伤大雅。顺利的回到了村里，回去洗一洗，吃上午饭啊。改日出行再见了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分享，再见，拜拜。